3月15号，洪都拉斯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，他已指示外长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事宜。这也意味着台当局与洪都拉斯所谓友邦将生变。中国外交部15号回应，欢迎洪方的有关表态，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，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。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在推文中写道：“我已指示外交部长爱德华多·雷纳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事宜，以表明我决心遵守政府计划，并与世界各国一起自由地扩大边界。”对此，在1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发言人汪文斌表示，欢迎洪都拉斯方面的表态。世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，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。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，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。据台媒报道，15号中午，台外事部门紧急召见了洪都拉斯驻台代表布罗德，双方会谈30分钟，现场气氛严肃。为避免媒体追问，会面结束后，布罗德悄悄从后门离开。之后，布罗德私下回应媒体询问，仅回应我们正在等部里进一步指示。要跟谁做朋友才会有经济发展？当然，跟经济最发展的国家做朋友，它才有经济发展。好。那中国大陆现在是大国里面经济成长率超过5%唯一的一个国家。自从2021年尼加拉瓜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，其邻国洪都拉斯再次成为关注焦点。现任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此前曾表示，如果他赢得大选，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联系，并与台当局断交。但卡斯特罗上台后，美国对洪都拉斯施压，中洪建交事宜搁置。为此，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，卡斯特罗火力全开，炮轰美国干涉洪都拉斯外交的独立自主。他说：“不要施压，让我们必须和谁保持关系。”有评论称，现在卡斯特罗表态推进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进程，标志着其正兑现竞选承诺，也显示着美国霸权压力的失效化。在接连6年断了8个以后，这是第9个，我们只剩下。断了这一个之后，只剩下13个，这也几乎是史上新低的啦。警讯早就有了嘛，在选举时候都看得出来啊，只是我们都一直自己骗自己啦，说不会啊，很稳啊，等等，还有美国啊在后面帮助我们啦，你这样一个一个都跑掉在国际上更是很孤立。洪都拉斯人口900多万，2022年 GDP 为296.57亿美元。洪都拉斯是中美洲各国中面积最大的国家，也是台湾所谓友邦中面积第2、人口第3的国家。可以说，在台当局仅存的14个所谓友邦中举足轻重。有分析表示，洪都拉斯一旦和中国大陆确立正式外交关系，则极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。洪都拉斯带头，可能将使得其他与台湾建立所谓邦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也跟进。那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要让台湾紧张的应该是巴拉圭了。因为巴拉圭4月要选举。那目前那个在野党的候选人已经放话，说他如果赢了，他就要跟中国建交。所以我觉得你要把这个连在一起看，才会发现这个动作有点釜底抽薪了。岛内蛋荒持续，乱象丛生。民众放在自行车车篮的鸡蛋，转头就会被偷。有捐血站还搞起卖血换鸡蛋的活动，甚至有人还打起了孵蛋母鹅的主意。台媒进而爆出，台军伙食最近多了新菜色，被要求少吃鸡蛋，多喝豆浆。岛内舆论嘲讽：没肉缺蛋，台军以后会不会连枪都举不起来了？全台闹蛋荒，新北市閹割区的这间蛋行也上演抢蛋大战。晚上8点才进货，民众不到6点就来排队，长长人龙看不到尽头，业者只能发号码牌，限量每天200人，1人限购1斤。队伍除了婆婆妈妈，连店家都来抢蛋。都买不到蛋了，因为每次来都抢不到鸡蛋。我7点就来了。蛋价现在太贵了，做生意的人真的是，一颗蛋你成本就要10块钱了，现在已经9块多了，现在大概1箱可以买以前的3箱了。提到缺蛋，蛋加工厂业者也十分悲观。
那一定是这个情况，最少是1年嘛。台当局农业部门负责人陈吉仲15号坦诚，目前每日缺蛋数量在80万至100万颗，尤其北部情况更为严重。而台农经公司就透露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，每日供应缺口或高达450万颗。台媒关注，按照台湾日需2000万颗的数字，现在每天超过400万的缺口已经非常严重，还有其他副食品也都出现短缺。这样的情况再持续几个月，台湾岛内的民生就会出大问题。为应对危机，台农业部门近日许诺，3月底前将从澳大利亚等8国专案进口500万颗鸡蛋，下周就有200万颗进岛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符合检疫跟检验的规定，大概3天左右就可以放关。实际上，2月下旬，首波来自澳大利亚的区36万颗外源蛋来到台湾后，就直接进了中北部的3家蛋加工厂使用，说是要先补加工的缺口，进而舒缓民生市场，但岛内民众根本无感。但是澳大利亚进口呢，周期比较长，就是从澳大利亚如果用船的话，需要28天才能够运到台湾去，而且还有中转新加坡，不能直接到达。所以现在呢，岛内的民众需求量非常大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通过空运的办法，引导当局给农业部门相关的一些补助款。这个补助款从哪儿来呢？就是岛内民众的纳税钱。台湾农业的主管部门把这个相关的蛋呢，在进口过来以后，分配给岛内的相关的蛋产品的企业。所以岛内民众也买不到啊。岛内一蛋难求，导致乱象不断。有新北市民跑遍大小商超，好不容易在一家便利店买到最后2盒鸡蛋，放入自行车车篮后没看住，鸡蛋竟被偷走。放到篮子里之后，要回家的时候又想到又忘记买点东西，然后又带着小朋友就进去买东西，可能也不到5分钟吧，前后也没有5分钟。然后等我结账出来就说，傻眼，鸡蛋不见了。还有人打起公园孵蛋母鹅的主意，将其心下的7颗蛋全部抢走，甚至连神仙都难以幸免。神像前的贡品蛋不翼而飞。而在台湾宜兰，一个捐血站就搞了一个捐血换鸡蛋的活动，每天限量100份，只需要捐血250cc 就可以获得1盒装有30枚的鸡蛋。看起来荒唐，仍然有很多民众前来排队，并表示一定要来捐血，就为了可以获得1盒现在非常宝贵的鸡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岛内鸡蛋价格上涨导致持续缺货，传出台军伙食中的鸡蛋被台农业部门提供的豆浆取代，还美其名曰以前台军菜单中可没有豆浆，现在这是加菜。喝豆奶是为了促销大豆。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也来帮腔称，不是没有鸡蛋就改喝豆浆，而是农业部门很照顾台军。不过他的一句话还是露了馅儿，本来每个人1颗荷包蛋的，现在就改成炒蛋。这被认为就是在暗示台军的鸡蛋供应并不足，从过去能吃到整颗蛋变成现在只能吃炒蛋。岛内各界随即骂声一片。缺电了，是不是营区每个礼拜停1天电来供体时间？缺水了，官兵1个礼拜少洗2天澡，这是笑话。就是混嘛，什么加菜？当然他就是说希望用豆奶取得蛋白质，不需要从蛋来。把大家当傻瓜。如果再不够，你学生的营养午餐也叫他喝豆奶嘛，不要吃蛋嘛。你到底把我们的军人当成什么呢？把我们的民众当成什么？把我们学生当成什么？陈吉仲每天说他不练展，他不练展，不练展就滚蛋了。台湾中时电子报评论称，日前马祖运补延宕，导致军队伙食出问题，现在又让台军用豆浆代替鸡蛋。文章提到，植物性蛋白质与动物性蛋白质是截然不同的身体所需物质，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属于不完全蛋白质，而人体所需的20种氨基酸中，植物性蛋白质中只含有11种，远不及动物性蛋白质。评论称，以前台湾不管什么农渔蔬果，产量过剩就往部队送，如今没肉缺蛋，他们只能吃白饭配豆干，以后会不会连枪都举不起来？其实2019年起，台湾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出现蛋荒。2020年，民进党当局宣布成立鸡蛋台湾队，扬言要解决鸡蛋产销问题，保证鸡蛋不用抢，天天买得到。3年过去，蛋荒丝毫未见缓解。面对缺蛋危机，台农业部门先搬出饲料涨价、气候不稳、禽流感来袭等一堆理由，后又怪鸡舍老旧，民众抢购就是不怪自己。作为农业部主管部门负责人，陈吉仲多次信口雌黄，称缺蛋是因民众过度买蛋，建议吃不到鸡蛋就改吃鸭蛋。对于蛋价飙涨，陈吉仲就说只承诺解决蛋荒，没说解决蛋价。
大。民众党籍民意代表邱成元讽刺，全台大缺弹被提升的只有陈吉仲的口才。岛内的弹机呢，基本都是来自于美国。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在逐步的蔓延着一种病，叫做鸡白血病。这个鸡啊，就在生蛋这个问题上呢，就产生了问题了，就是慢慢的不生蛋了，不下蛋了。但是鸡白血病呢，本身不是属于乙类的这个传染病，所以说，台湾当局的农业主管部门啊，就没有在这个方面跟进，就放任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疾病的这个蔓延，自己又不能这个繁衍种鸡。接着从美国进口了30万只种鸡，但是这30万只种鸡刚进来，还得长出来以后，成长起来了，成熟了才能够下蛋，这还要等70周到80周，很明显都是跟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农业主管部门的决策密切相关，是他们的失误导致了目前岛内的蛋荒问题。台湾军方近期军纪问题频出，也引发台媒关注。3月8号，台军1天之内连出2起枪械管控事件。台媒报道，台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的.45手枪真枪在当天被发现，竟被调包成模型枪。时任营长要求所属单位隐瞒，用模型枪鱼目混珠。后续接任营长和旅长发现有问题，也未送鉴定，甚至还2度蒙骗台防务部门。同一天，台海军陆战队99旅又发现 T91步枪少了2件枪机，也就是后膛枪械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台媒称，台海军接连发生如此恶劣事件，若枪支或相关零件流入黑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